是现在中国网友都在讨论一件事情，李连杰。我心想，武打的这个帝王，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原来是因为他抛出了一段画面出来，身材很好啊，精气神都非常好啊。大家觉得看完这影片，觉得越来越怪，为什么？因为他2018年的时候才被拍到这一张照片，李连杰怎么变得这么老？怎么感觉沧桑这么多？结果你几年之后身体变好，大家在质疑这件事情的时候，李连杰没有跟大家讲他是怎么保养，而是说我没有器官移植哦。是，因为他特别又展现出他的一个身体健康状况，然后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要裸体吗？他让你觉得说，如果我有动任何的器官移植的话，我一定会有疤。我你看我没有疤，我没有疤，所以我就是靠一些自己特殊的疗养方式，把我自己给回春。他回春了。可是赵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照片，太荒谬了吧？一个是2018年的时候在西藏。哇塞，头发是白了，都秃了，而且看起来应该有70几岁样子。中间的那张坐轮椅的是在2025年8月的时候的头发已经变黑了，而且真的是头发很多，你知道吗？就右边的这一张不仅是头发黑了，你看他身体光是连那个肚子结实度跟肌肉，而且看起来就像个壮年男子一样，也不可能回春到完全回春成这样呢。是，所以现在就难怪大家那个传闻这个传的甚嚣尘上啊，现在大家全民都是侦查，都警探，都在讲。他说讲什么？第一件事情，你身为一个功夫演员，你打那个武打戏，一定会全身都会有一些难免受伤啊，刀伤什么伤。结果哇塞，你皮肤吹弹可破。他这一张图片截了出来，我一个一个看。你连一个那种疤痕都没有，没有，甚至你看到脖子那边有没有？脖子那边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他之前有动到2025年8月17号有动刀拆除一些肿瘤啊，结果你怎么现在出来的右边的那一张图却是皮肤非常光滑根本没有动到迹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这种器官移植的新闻这事件比我们想还要来得多，所以李连杰今天一定要赶快拍影片出来，而且要刺青说。我真的没有这样子干，对，但是好像看起来也没有达到效果，因为大家反而质疑更多的声浪。那最主要原因是这个类似的情况，国有器官，也就是去强摘人家器官的事情，真的时有所闻啊。包括2023年10月26号。一个10岁小男生，他也不过是在学校玩童，然后就撞到肚子而已，肚子不舒服，然后呢就腹痛，就去医院。你现在看到这小男生，结果他妈妈带他去山东的一个医院检查，就腹部有血块，那个医生说马上要动手术，马上动腹腔的微创手术。哇，这手术一动14个小时，然后呢，结果后来。你知道在期间那个医生一直出来就叫他的家长啊，就说你一定要签同意书，你一定要签同意书啊！现在整个要开腹吧，情况非常严重啊，没有办法转院啊。就他妈妈说，奇怪，我孩子也不过就会同学玩腹痛而已，怎么会搞到这么严重？结果你知道吗？手术完之后，他的儿子竟然包括胰腺、12指肠、胆囊、部分的胃肠等6个器官全部都被取走，这是太夸张了吧？不是一个小小的病吗？最后6个器官都没有了，所以你知道吗？这10几岁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吃饭，没有办法喝水，只能靠静脉注射来维持生计，回生。那类似的情况还有什么？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摔跤的选手，其实他们都找很年轻的，或者是都是运动健将。像10月30号，一个国家级的一个体育的运动健将，他在省运会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摔跤，对，而且他是那个摔跤的冠军哦。他的身材很好，很壮，你看超用，而且看起来就是那个身体非常非常健康。没有想到突然的一个脑溢血就身故了，终年28岁。然后呢，就他家属同意捐出他的一个眼角膜跟多个器官然后人家就心想说。这个是真的是他愿意捐的，还是怎么样？有没有？就是家属这边哭泣，然后就会觉得是真的是怎么会一个手术之后情况变这样？那还有情况是怎么样呢？就另外一个女生，这更荒谬。她说她头晕，她说她头痛，就她去到医院之后，医生说你要开刀，就直接要开刀，因为她被打麻醉针了，她差点就是整个人要昏倒，她就突然之间瞬间就嚎啕大哭她就说，就有人在旁边就看了，她说这个一定是器官配对上了，一定是器官配对上了，还好她现在还醒着，你知道吗？而且她不同意她说她不要动手术，她只要打针结果没有想到在打针的时候，医生给她打麻醉针，还好旁边有人，不然的话那真的是死定了。她说现在整个医院宛如是屠宰场，你知道吗？另外还有什么地方？你看
一个8月4号河南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就在路上，结果她就在路上也没有你看。也没干嘛，也没生病，也没干嘛。突然之间有人扣住他，就要把他强行给带走。就后来强行带走，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你有没有看到很像是救护车的东西，对不对？对。结果事实上，他旁边那个车根本就不是救护车，假的救护车。所以就有人说，这个女生她搞不好又被人家发现器官，又要配对上哪一个高官了，所以现在是直接被强迫送医啊！就算你没有生病，你活蹦乱跳，你还是可以在那边挣扎，你竟然就这样众目睽睽之下被强制送医。宇轩，最近中国的怪事也太多了，中国竟然把这些歪脑筋动到一些老人身上，叫老人再去结婚，或者什么现在发什么结婚券，我天啊，我有没有搞错啊？当然，这完全不能怪中国的民众。为什么？你生小孩生出来健健康康的，到时候变成高官的器官库，谁敢生？谁敢结婚啊？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现在想出了奇形怪招。我们台湾知道有所谓的消费券，希望刺激消费，结果他是跟你讲说来结婚啊，我就给你结婚消费券。消费券不是这样用的。但我跟你讲啊，你真的是看不起人。你知道给多少钱吗？你如果结婚的话，我跟你讲说，我给你800到1000块人民币，对，利息公升球。你结个婚，然后送你3、4千块，谢谢，我们要结了，谢谢。是开玩笑吗？你办婚礼都不止3、4千，人家红包一包也才3、4千，结果呢，他在各地说我们要来去发放给这些新人，然后还做这个样板。你看啊，这就是新人，对不对？站在这边，一男一女哦。然后这男方呢，我们讲哦，看他的表情，你就知道他内心道尽了一切，这个叫做眼神死。感觉他说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我在这边呢？你看看，看起来有高兴的样子吗？然后下面也是一样，通通跟你讲说结婚我就送你1000块的消费券。但我跟你讲啦，难以抵挡啦。为什么？中国的总人口连续3年呢负成长，而且呢负成长都是什么呢？生不如死。而且呢不只是这样哦，光是登记结婚的对数哦，2024年只有610万对。比2023年少了157万对，这不是因为人口骤降的原因，是因为年轻人没有人要来结婚，所以你知道吗？他们就想出了一些奇怪的方法，比如说第一个方法，来兆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老人家？对，一大堆，大家都在排队。我以为这个只是一个传言，没有想到，哎，这是真的。你跟我冲结婚率？对，因为他现在有官方的政策嘛，政策就是你要给我拼这个绩效 KPI 给我拼出来。那 KPI 拼不出来怎么办呢？他们就开始去有一些乡村啊、农村啊一些落后的地方，想说这些老人家以前结婚就一张白纸而已嘛，那或者是有些人根本没登记，那通过这个方式说，哎，你这个东西啊，在我们资料库里面，你不算是结婚的。全部老人家都在排队，然后呢，干嘛来结婚？你在开我玩笑吗？民政局里面，然后呢，上百个我们长辈全部都来结婚的，甚至是你知道他玩到什么地步？要办我们讲集团婚礼，然后呢，在重阳节这边，我想说你也挑一个好一点的节日，你挑什么重阳节啊？然后就说我为爸妈办婚礼，然后在杭州拱墅区小河公园，然后你看放眼望去。专播这东西老人会，还有红地毯，这个气势很足哎，排场很够哎。对，然后呢，你看哦，他们都要穿的像这种中国的传统的服饰哦，但是你把镜头一放进去近看哦，不管是阿公，又或者是阿嬷，脸上呢全部都没笑容，好像呢跟造势场合一样哦，叫伊来拍手啊，搞不好老人家下一秒就问你说啊，我请这当时便当汤呢啊。当西家便当啊，这全部都搞不清状况。我想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虐待这对老人家？你觉得说，宇轩你讲的太夸张，对不对？来，我跟你讲，来猜猜看，这些会摇旗呐喊，很像在造市场的老人家。你知道平均年龄几岁吗？几岁？85岁。85岁？开我玩笑吗？你跟我讲说，叫成85岁的老人家来这边结婚，然后开始一堆年轻人哈。哦，都带着自己的我们讲外公外婆啊，跑去这边补办婚礼。但我跟你讲啊，他现在想出更狂的招式，因为中国为了要强迫人家结婚哦，为了要冲那个数字，新的人是在夜店，在夜店里面去办婚礼，它就是一家夜店。对，你知道他这个是意思是什么吗？大家去夜店之后是不是都会多喝几杯？那喝的时候是会呛掉。腔调之后说来结婚啦，哦来啊，怕你啊！你认真的吗？对，然后民政局在现场设一个，他会说哦，你现在喝腔了是不是？我想啊，搞不好你要结婚前还要先验酒精浓度哦，这个超过1才可以结。就趁着你腔的时候，让你我们讲了莽婚、冲动型结婚。一般来讲，人家都说这是拉斯维加斯才会搞这种。中国说没有，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我直接给你细致化、办到好的服务。比如说你可能喝到腔调没办法签名，他就帮你按手印，这是乱搞嘛。但我讲不只是这样子哦，这个是哪里？这是音乐季，他在音乐季上给你摆摊位。
那音乐季上什么？大家人多嘛，气氛嗨，所以就有女生呢，有男生跟她求婚。那本来说第一时间这个女生说不要啦，结什么婚呐？然后旁边人就说签下去啊，不，答应他，然后就说好啦，那我就答应了。所以你知道吗？他都搞到音乐节里面去哦，趁着大家很嗨的时候，就说你现在原地结婚啦，赶快把这个弄下去。所以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年轻人不想结。那为什么年轻人不想结？没有钱。对，没有钱。我出保。没有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有举一个例子哈，在安徽菜市场，那你知道有谁吗？有很多，有刚毕业的年轻人，有大学毕业生，有失业的年轻人，还有婆婆妈妈。你知道呢？他们这个才是玩真的。去到菜市场，你知道他们干嘛吗？不是买菜，他们专门去捡这种破烂菜。也就是菜市场里面呢，很多人都会把一些菜哦，比如说比较劣质品的啦，或者是呢，等到的拍卖完之后呢，没有人买的。地上的，他们就去捡。他们真的是去捡菜，真的，这是真的。还能吃，就真的去捡菜，这不是开玩笑哦。就你现在去我们的台湾的菜市场，你会发现有一些烂菜。譬如说，他现在看到什么小黄瓜，对，他快快的捡起来，他连茄子，连这种番茄，他全部都要。对，看到什么捡什么，这跟什么一样，你知道吗？跟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品牌叫淘宝，他们就去菜市场那边淘宝，但是他都在地上淘哦，不是桌上淘，就地上那个被人家踩过的，哎呀，这个洗洁干净没问题啊，而且黄瓜特别香，哎呀，你看到这个菜不容错过。我想说那个是烂在地上。那已经烂大街了。然后比如说这些剩菜，那种高丽菜是不是也要漂亮嘛？把那个外面的那个烂的都有沾土的全部都丢，然后连大学生都加入这个行业。所以我跟你讲哦，说中国的这个状况，如果说他连吃菜都要去菜市场里面的 Q 村呢，你叫他要结婚，你叫他生小孩，然后把小孩的器官变成你高官的器官，想得美。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